周时安和漂亮的转校生告白那天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会破防，跑来哭闹阻止。可一直到告白结束，我都没有出现。周时安并不知道，当时我正套着他室友的卫衣，坐在他室友的床上，一脸无辜地问：“我把你床弄湿了，晚上怎么睡呀？”梁玉生移开视线，喉结滚了滚，扔给我一条毛巾，去吹头发，我换好床单你再睡。周时安要和那个漂亮的转校生告白，他提前打了招呼，让所有人都瞒着我。只是他不知道，好事者早就憋不住告诉了我。谁不知道我喜欢周时安，做梦都想嫁给他。这次周时安对那女生一见钟情，动了真格，我怕是要一哭二闹三上吊。这种男女爱恨痴缠的大戏，没人不爱看，都等着我破防杀过去闹个天翻地覆呢。只可惜，一直到周时安顺利告白结束，我还没有出现。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，都有些意兴阑珊，就连周时安的脸上也没有太多欢愉之色。他揽着新女友，拿手机出来，一个电话和信息都没有。周时安微蹙了蹙眉，转而招呼众人：“今晚我请客，见者有份。”围观的同学都欢呼起来。一直站在树丛后的我这才走出，有眼尖的人看到我，立刻大叫起来：“是江浅，江浅来了！”我就说嘛，江浅怎么可能忍得住不来？周时安蓦地抬头，看见我那一瞬，唇角就机不可见的勾了勾。我没有理会那些等着看热闹的人，径直走到了周时安面前。江浅，周时安将新女友揽得更紧了一些，他看着我，声音淡淡：“感情这种事不能勉强。我们认识10多年，我也不想说话太难听，伤了从前的情分。以后我依然把你当妹妹看，你有事照样可以来找我。”说完，他声音却又压低了一些：“这么多人看着，别闹了，快回去。”周时安，我打断他，缓缓上前了一步。他又拧了眉：“江浅，听话。”我笑了笑，将刚刚从腕上摘下的手链递给他：“我来就是想把这个还给你。”看到手链，周时安脸色骤然一沉：“江浅，你又玩什么花样？你把手链收回去，以后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”周时安定定看着我，声音越发沉寒：“这点钱我还看不到眼里，不想要，扔掉就行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我就转身将手链扔到了一边的垃圾桶。之前送你的那些东西，你也丢掉就行。说完，我没再看他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周时安站在原地，直到江浅的身影再看不到，他的脸色却仍是有些难看。身边同伴忙打圆场：“嗨，江浅就是要面子，硬撑的。时安你就看吧，他不出今晚就会后悔，说不定咱们刚走，他就哭着回来翻垃圾桶了。”周时安闻言就笑了一声：“随便他做，要不是顾及两家长辈面子，谁耐烦应付他？行了行了，别气了，今晚可要好好庆祝的，别因为他扫了兴。”周时安望一眼身旁美得娇艳的新女友，就将江浅那张讨人嫌的脸抛到了一边去。反正到明天，江浅又会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在宿舍楼下等着他，缠着他一起去上课。这些戏他这些年看的实在太多了。走到江边的时候，雨已经下得很大，我撑伞站在雨里，想着前些天做的那些梦。梦里的我因为周时安和许轩告白的事，哭着闹了一场，为了逼他分手，当晚就在这里跳了江。可结果呢？我差点丢了半条命。周时安只在医院守了我5分钟，就决绝离开。领养我的江家嫌我寻死觅活丢脸，又因为周时安的态度，觉得我再无利用价值，逼我退学，把我送回了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亲生父母身边。最后我的人生一路下坠，异国他乡凄惨死去。我死后为我收敛残缺尸骨的，竟会是我一直疏远惧怕的那个人。而周时安正新婚燕尔，春风得意，自始至终都没出现过。这些天梦里的事一一应验。如果没有这些梦，现在我已经在疯狂打周时安的电话，然后以死相逼，准备跳江了。我很感谢这场梦，让我像是重生了一样，可以一点一点改变自己既定的悲惨命运。第3次拨那个电话的时候，那边终于接听了。我紧攥着手机，轻贴在耳边，梁玉生3个字在我舌尖盘桓数次，方才缓缓念出。大雨如注，隔断了全世界的喧嚣，只有梁玉生的声音略带着背懒，沉沉响起。江浅，梁玉生，雨下得很大，我在江边回不去了，你能来接我吗？电话那端安静了数秒，我紧张地攥着伞柄，掌心都是湿黏的汗。梦里面，梁玉生为我收敛尸骨的时候，好像落泪了，他的泪一滴一滴落在我腐烂的肉体和白骨上，我在梦里都感觉到了那种灼烫。后来，他带着一小瓶我的骨灰在身边，带了一辈子，也孤零零了一辈子。我忍不住落泪，哽咽了一声：“你哭什么？”梁玉生的声音忽然传来，依然是那种淡漠的语调，甚至有些许的不耐烦。我又没说不去，那你什么时候来呀？等着，20分钟到。好，那我等你，梁玉生。他没再说话，电话挂断了。15分钟后，我把伞送给了避雨的一对母子，所以梁玉生到的时候，我已经淋得全身湿透。他从车上下来时，薄唇紧抿，脸色像是含了霜雪一样冷。我拨了拨湿透的刘海，仰脸对他笑得灿烂。梁玉生，你真准时。江浅，你干脆蠢死算了。他冷着脸，伸手拽住我的胳膊，将我塞进车子，又丢给我一条柔软的毛毯，擦干净，别把我车弄脏。他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，就利落地调转了车头。哦，我乖乖地用毛毯裹住自己，又忍不住偷偷看向专注开车的他。他没什么表情的时候，总是看起来很高冷，难以接近。学校喜欢他的女生很多，但没人敢告白。他和周时安是室友，我经常去周时安宿舍，每次我去，梁玉生都很讨厌我的样子。还有现在，他虽然来接我了，但态度还是冷冰冰的。刚才把我塞进车子时，手劲格外大，手腕现在还疼着一圈红印子，怎么都看不出他一直都在偷偷喜欢我。我缓缓垂了眼睫，梦里的一切都如实发生了，但如今因为我的改变，很多事也变了。那梁玉生还会喜欢我吗？如果他根本不喜欢我，我这样做岂不是又给他造成了困扰？回宿舍，梁玉生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心脏突地跳了一下，鬼使神差的来了一句：“回你宿舍。”梁玉生握着方向盘，嗤笑了一声：“周时安今晚不会回来的。”我知道。我攥着毯子的边缘，一点一点的绞紧。我又不找他。车子忽然急刹停在了路边，梁玉生回身看向我，眼底的双色冷得让我心悸。
江浅，别他妈把我当你们 play 的一环。我没有。他定定看了我一眼，拿了手机，给你叫车，你自己回。梁玉深，我使劲咬了咬嘴唇，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机。江浅，他望着我，眼中却又没有愤怒和厌弃，只是眸色很深，蕴着无数种的情绪。我忽然有点说不出的难过。梁玉深，我不想回宿舍，他们都笑我，我也不敢回家。你能不能让我在你宿舍待一晚上？我将他手机藏在身后，声音越来越小。当然，你要是真的很讨厌我，不想看见我的话，就算了。话音落定那一瞬，眼泪也适时地从眼眶滚落，一颗一颗，安静无声。梁玉深没有再和我说一句话，但他再次发动了车子，车子向学校的方向驶去，最后停在了他宿舍楼下。我跟着梁玉深进了宿舍，他去衣柜拿了件干净卫衣递给我。浴室在那边，他个子高，卫衣我穿着就很大，快到膝盖的长度，裙子一样。洗完澡我就直接套了卫衣，光腿出来。梁玉深看了我一眼，就移开了视线。我越过周时安的床位，走到他床边坐下，湿着的长发滴了水，很快打湿了床单。我身上的洗发水、沐浴露都是梁玉深的味道。小小的空间里，相同的味道氤氲开，是一种悄悄滋长、难以言说的暧昧。梁玉深拿了烟盒，轻咳了一声，我去抽支烟。他去了露台，我有些好奇地打量着梁玉深的床铺，浅灰色的床单被子，干干净净的。书桌上放着电脑和书，倒也整洁。我正想去看看他书桌上的摆件，手机却忽然响了起来，屏幕上闪动的是周时安的名字。我没有接，那边很快又再次打来，竟是没有停的趋势。我干脆将手机调了静音，放回了包里。梁玉深，我冲着露台喊了一声，他很快转过身，掐了烟才走过来。怎么了？我坐在床上，要仰脸才能看到他。梁玉深和我对视了2秒，就移开了视线。我却注意到他的耳根好像有点红。我把你床单弄湿了，晚上怎么睡呀？他看了一眼我，又看向床单上几片湿痕，喉结有些剧烈的滚了滚，方才转身拿了毛巾给我。你先去吹头发，我换好床单你再睡。说完就去柜子里拿干净床单。我攥着毛巾，想到他刚才整个耳朵都红透的样子，不由抿嘴笑了。吹干头发出来时，梁玉深已经换好了新床单。你去睡吧。那你呢？他拉开椅子，头都没回一下。我打游戏。哦。我有些样样的在他床上坐下。梁玉深拿了耳机，正要戴上，手机却突然响了。他看了一眼屏幕，又回头看我一眼，才按接听。石安，有事。我心头突地一紧，下意识屏住了呼吸。我在宿舍。你说有人看到江浅来我们宿舍楼了？梁玉深再次转身看向了我。情急之下，我不等他开口说完，直接起身走过去，跨坐在他腿上，又顺势勾住了他的脖子。在梁玉深想要推开我时，我贴住了他的耳。梁玉深说我不在。勾住他脖颈的手指下，梁玉深的肌肤瞬间滚烫灼烧。我看到他颈侧青色的筋脉紧绷微凸，他的喉结上下滑动的剧烈，心脏跳得很快很快。我仰着脸看他，他垂眸看着我，眼眸深处渐渐欲色弥漫。没有，我一直在宿舍。他没有来。你再问问别人。梁玉深说完，直接挂了电话。他扔掉手机，修长手指隔着卫衣握住了我的腰，扣紧，按入怀中。我清晰感觉到了滚烫的火山，耳边嗡声炸开，第一个念头就是逃离，可梁玉深却将我扣得更紧。江浅，他的声音有些嘶哑，热烫的呼吸落在我耳边，紧侧。我缩着脖子想要躲，他的吻却直接落在了我唇上。别勾我，我不想在这种地方碰你。梁玉深，我拧了下身子，想要调整下坐姿。火山好似要喷发了，凶悍的吓人。换气的间隙，我终于找到机会开口，不想碰我，干嘛还要亲我？梁玉深微低着头，额头与我的抵在一起，呼吸纠缠间，他闭了眼，似在努力平复。还有啊，你会不会接吻？我嘴唇都肿了。江浅，梁玉深没有睁眼，只是握着我腰的双手稍稍泄了力，他的手指很长很有力，隔着卫衣掐着腰窝，让我又痛又煎熬。梁玉深，我忍不住皱眉，想要推开他的手，可梁玉深却握住了我的手指。江浅，别乱动，我这次轻一点。话音落定时，梁玉深的双手落在我后腰上，我整个人都被他按入怀中，紧贴。这次的吻绵长却又温柔，最后时他有些失控，吻得很深。梁玉深，我轻捶他，在换气的间隙张嘴咬了他。江浅，梁玉深的声音嘶哑的不行，整个身体都绷紧了，掌心的热度几乎将我的身体烧融。梁玉深忽然将脸埋在我的颈侧，低低闷哼了一声。火山喷发了，火山平静下来，但很快却又再次濒临爆发。梁玉深却轻推开我，拉我站了起来。我只觉得他的脸色很怪，空气里也弥漫着一种很陌生的味道，忍不住问梁玉深，你刚才怎么了？他双耳红的滴血，一向高冷疏离的男人，此刻眼底却满是深浓欲色。我去冲个澡。他站起身，垂了眼眸，将我身上凌乱的卫衣下摆拉好。你先睡。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梁玉深已经快步进了浴室。水声响起时，我趴在梁玉深的床上打了个滚，又用手背冰了冰滚烫的脸。我好像隐隐猜到了点什么，只是梁玉深身量高，又经常运动，满身的薄肌，他鼻骨生的高挺，下颌线锋利，手指也很长，指骨有力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么快的那一类男生。难道他之前没有过女朋友，也从来没有和女生亲近过？这样想着，心里却一点点长满了甜滋滋的气泡。我趴在梁玉深的枕上，却意外从他枕下摸到了一只珍珠耳钉，耳钉很眼熟，是我日常很爱戴的那一对。有一次我来周时安宿舍，不小心弄丢了一只，怎么找都没找到，原来是梁玉深捡到了。我忽然想到，之前的那些梦里，这只耳钉好像也一直被梁玉深带在身边。怔怔了好一会儿，我将耳钉重新放到了他枕下，吹风的声音停了。梁玉深出来时穿了一套藏蓝色的家居服，水汽蒸腾之后，他的肤色透出了玉质一样的白，头发顺服落下，往日那种凌厉高冷就褪去了几分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觉得梁玉深这会儿看起来好像有点乖。刚要开口喊他，门外却忽然传来隐约的说话声。
我神色一变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门外说话的声音里有一道很明显是周时安的。梁玉生一时脸色一沉，但他明显比我反应更快。周时安推门进来时，我的衣服已经被梁玉生塞进了衣柜，鞋子藏在了床下最深处，而梁玉生正先背上床。宿舍里只开了一盏夜灯，光线暗沉。我藏在梁玉生的被子里，也只有不明显的微微起伏隆起。周时安就算靠近，不仔细看也看不出什么异常。怎么这么早就关灯了？周时安有些好奇。淋了雨头有点疼。梁玉生一边说着，一边却在被子下轻轻握住了我乱动的手腕。床只有1.3米宽，梁玉生又身高腿长，很占地方。我的整个身子几乎都贴住了他，呼吸浅浅拂过他腰侧，明显感觉到他腰腹的肌肉绷得很紧。行吧，周时安也就没开灯。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拿了手机打电话，打了几个都没人接。周时安明显有点怄火。玉生，你说江浅是不是故意的？什么？我今天刚和许宣告白，他就这样给我添堵。刚才电视上播报说有女大学生为情所困跳江自杀，我他妈以为是他想不开抛下轩轩就飙车过去了，结果捞上来不是，给他打了一晚上电话，一个都不接，现在也不见人影。周时安将手机撂在桌子上，他就是故意的，故意破坏我今晚的约会。说到这里，周时安冷笑了一声，我看他8成要缠我一辈子了。也未必。梁玉生忽然接了一句。周时安有点意外，未必。玉生，这2年他怎么缠着我的，你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不也挺烦他的，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。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在梁玉生腰上咬了一口，他吃疼，下意识拿手挡，手指却正好蹭过了我的嘴唇，我干脆轻咬住了他的手指。梁玉生整个身体骤然绷紧，很低地嘶了一声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腿抽筋了。梁玉生的声音很哑，他说完又咳了2声。算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就不烦你了。周时安说着起身，我去个洗手间就走。他推门进浴室时，我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之前洗澡时我顺手把袜子洗了，现在还挂在洗手间里呢。果不其然，没2分钟，周时安出来时脸上就带了促狭的笑。玉生，你是不是带妹子来宿舍了？瞒的可真是滴水不漏，哪个大美女呀把我们高岭之花梁玉生都弄到手了？别乱说。周时安往床边走了几步，这么早睡，床上藏人了呀？周时安，梁玉生默然沉了声，好好好，我不过去。周时安停了脚步，却饶有兴致地看了一眼梁玉生的床，有套码你，我这里有多的，先给你。梁玉生的在被子下轻握住我的后颈，让我乖乖趴在他身上不动，这才看了周时安一眼，声音有点冷，别拿女生开这种玩笑，认真的呀。周时安倒有点意外。梁玉生唇角紧绷，喉结滚了滚，若是光线再亮一点，周时安就能看到他脸上隐忍克制的表情有多难受。毕竟他握着我脖子不让我动，可我其他地方又不是不能动，反正蒙在被子里谁也看不到。我就好好摸了摸梁玉生的腹肌，我摸一下他的肌肉就绷紧1分，我就偷偷往下摸了摸，摸到人鱼线时，梁玉生反应挺大的，都把我吓到了。那行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今晚住外面。周时安意有所指，又格外看了一眼梁玉生的床，心里却不免带了2分不屑。平日看起来不近女色，对女生冷冰冰的，如今看来也不是什么禁欲克己的高岭之花。如果他没猜错，梁玉生被子下就藏着一姑娘吧？玩的可真花。不过周时安也没戳破，他和梁玉生关系还行，虽然女生中梁玉生人气更高，让他有点小不爽，但除此之外2人也没什么不和睦。周时安转身出了宿舍，门关上了，我一把掀开被子，梁玉生，我快闷死了。梁玉生靠在床头，眸光深深看着我，不甚明亮的光线落在他英俊立体的五官上，折射出大片大片暗影，我竟是看得呆住了。都说灯下看美人，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，影影绰绰的光影下看帅哥，当然更有氛围感。江浅，梁玉生缓缓起身，他伸手将我耳边凌乱的头发拂开，然后捧住我的脸，很认真地开了口，我没烦你，也没有不给你好脸色，他的话不用放在心上。梁玉生说完就松开了手，他先背下床，你睡吧。那你呢，梁玉生？他拿了烟盒指了指露台，抽支烟，睡吧。很适时的，我忽然打了个喷嚏，梁玉生就停了脚步，我抓住他睡衣袖子，皱着眉可怜巴巴，好像感冒了，头很疼。梁玉生看了我一会儿，先松手，我给你拿药。我吃完药还拽着他不放。梁玉生，我有点冷，被子太薄了。可梁玉生这次推开了我的手。江浅，周时安早走了，你不用再这样，关他什么事？梁玉生自嘲笑了笑，你今晚去江边干什么？我这才醒过神，原来周时安刚才说有女生跳江的事，让他误会了，他以为我去江边是想不开要寻短见，给他打电话跟他回宿舍是故意报复周时安。其实我知道他会这样想很正常，这2年江家养父母逼得急，江家真正的大小姐找回来后，他们曾想把我送回亲生父母身边，后来可能顾念到还有联姻的价值，才勉强留下我。所以周时安对于我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，我以为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总有那么几分情分在，他会救我出泥沼。我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周时安身上，可这一切落在别人眼中却都是我爱他疯魔的证据。更不用说梁玉生，他和周时安是室友，该是见证了多少我痴心纠缠的时刻。梁玉生，我想要解释，可他已经站起身，定好闹钟，明天早点走，别让人看到，毕竟这种事对你们女孩子不好。梁玉生，可他没有停步，也没有回头。我使劲咬了咬牙，那你今晚亲我这么多次，刚才还那样了，你不打算负责吗？梁玉生倏然停了步，他回头看向我，我坐在床上，眼睛很红，却强忍着没哭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之前每次我来这里，你都不搭理我，但是今晚还是谢谢你来接我，又收留我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再和我有任何瓜葛，那我现在就离开。我起身下床，没找到鞋也不管了，光着脚就向外走。低着头走过梁玉生身边时，我已经无声地落了一脸泪。江浅，梁玉生拉住了我，我刚才说了没有讨厌你，那你要不要负责？
我甩开他的手，仰脸倔强看着他。你亲我，抱我，还那样子。梁玉生忽然掐住我下颌，狠狠吻了下来。江浅，他口吮住我唇瓣，呼吸渐重。你如果非要招惹我，那就招惹到底。我抱住他劲瘦的腰，踮脚迎合了这个深吻。好，11小长假的时候，我去了亲生父母所在的城市，在那里逗留了3天。离开的时候，那对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烂人已经被警察带走，等着他们的是法律严苛无情的制裁。拐卖、涉赌、逼良为娼，桩桩件件，拜那些梦所赐，我都有铁证。我不用等重生，也不用下辈子，这一世就能彻底摆脱这一对魔鬼，让他们受到该受的惩罚。坐上飞机的时候，我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，最大的一块心病尘埃落定。这一刻，我才感觉到无比的自由和放松。飞机落地京城时，我先给梁玉生报了平安。这趟行程，他并不知道我的真实目的，还以为我是和闺蜜短暂出游了几天。晚上我去找你，家里都收拾好了吗？梁玉生搬到了校外的房子里，他已经大4，几乎不用怎么回学校，且和周世安住一个宿舍，毕竟不方便。收拾好了，我去接你。好呀。江浅，怎么啦？今天周世安生日，他组了个局，让我晚上过去，带着女朋友过去。我都忘记了，周世安的生日在国庆节。浅浅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？我没有回答，心里很有些挣扎，不是不愿意公开我和梁玉生的关系，而是江家可能很快就会和我断绝关系，到时候我不堪的出身会被昭告天下。我知道梁玉生不会在意，但我舍不得他被人诟病，就像梦里那样，他们指责他为了一个不堪的女人不孝不义，让父母亲人伤透了心。可正如梁玉生那天说的一样，是我先招惹的他，就该招惹到底，人总不能既要又要吧。梁玉生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你想我去吗？想。他应得毫不犹豫，那你来接我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握着手机，一抬头就在玻璃窗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在笑，笑得竟有些灿烂。浅浅，你往外看。我的心脏好像一瞬间停跳了一拍，转身那一刻，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，我脸上的笑仍在盛放，电子广播的声音退潮般远去。人潮汹涌中，我看到了梁玉生，只看到了梁玉生。我扔下行李箱，不管不顾地向他飞奔而去。梁玉生站着没动，但他对我张开了手臂，我扑到他怀里，他就稳稳接住了我。那样大的冲劲儿，他竟一步都没后退。我抱住他的脖子，仰脸笑靥如花。小哥哥，核心力量好稳呀。他垂眸看我一眼，轻笑，腰也不错，要不要试试？我戳了戳他硬邦邦的腹肌，他在他耳边低低笑出声来，就是有点快哦。江浅，他有些无奈，却又到底年轻气盛，满眼写着不服输。你给我等着，别求饶，哭也没用。今晚的生日宴，周世安照例请了一堆人，许宣今晚格外打扮了一番，美得逼人。两人坐在一起，自然是无比养眼。许宣被几个女生夸得心花怒放，忍不住去看周世安，可他却好像有点走神。世安，许宣连着喊了他几声，他方才回神。怎么啦？时间不早，大家都饿了，急什么？人还没齐，还差谁？是啊，还有谁没来？梁玉生还没来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江浅还没来呢。江浅会不会来？石安的生日，这种日子江浅不会错过的。周石安忽然打断了众人的话，我没请他，就算他来，我也不会让他进来。石安，你别生气呀，今天你过生日呢。许宣连忙温柔安抚，别因为无关紧要的人扫了兴致，是不是？说的没错。周石安看向身侧的女友，许宣是真的很漂亮，江浅也好看，但却不是这种明艳风情的好看，所以当时他一眼就被许宣吸引了。只是追到手后发现，却也不过如此。这近1个月，江浅没有在宿舍楼下等他，没有缠着他一起上课，一起去食堂，忽然就从他的世界消失了。甚至偶尔在学校碰面，他也会转身避开。周石安不得不承认，他很不习惯。对，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了习惯，他只是不习惯一个天天围着他转的人忽然冷了态度。他不会喜欢江浅的，更不会为了他这个冒牌千金惹长辈动怒。但他们到底认识多年？周石安想，就今晚，如果江浅忍不住回来找他，他甚至不用他低头服软，只要他红着眼掉几滴泪，他总会在身边给他留一个立足之地。包厢的门忽然被人推开了，猜我刚才看到谁了？进来男生一脸八卦，目光却落在了周石安脸上。谁呀？卖什么关子呢？就是到底谁呀？总不会是江浅吧？还真是江浅。石安，我们就说吧，江浅离不开你的。瞧瞧，今晚就忍不住了吧？周石安没说话，但脸上沉郁的神色明显消退了大半。许宣却变了变脸色，他轻扯了扯周石安衣袖，有点委屈的小声开口：石安，你让江浅走行吗？他之前追你那么久，我心里挺膈应的。周石安看着许宣，忽然觉得他这会儿比刚才顺眼了不少，他的心情也莫名好了起来。但江浅这段时间的行为挺让他生气的，就算现在他决定原谅他，但也要给他一个惩罚。行啊，那就让他滚好了。周石安捏了捏许宣的脸，漫不经心的应：让谁滚呢？虚掩的门被推开，梁玉生大步走进来，他的声音并不大，但却如金石质地一般，有着说不出的威压。偌大的房间里忽然鸦雀无声，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，梁玉生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生，而那个女生正是江浅。周石安坐着没有动，但他手中握着把玩的酒杯，却忽然硬生生的捏碎了。许宣吓得尖叫了一声：血！石安，你流血了，滚！石安，让你滚，听不懂吗？周石安忽然站起身，将那碎裂的酒杯狠狠摔在了地上。许宣愣了好一会儿，方才哇的一声大哭着跑了出去。包厢里的众人也都识趣的纷纷离开。周石安的手垂在身侧，鲜血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，可他却浑然不觉疼，只是死死盯着梁玉生。好一会儿，他才抬手指了指我：梁玉生，不给我解释一下吗？藏在衣袖下的手指被梁玉生攥得更紧了一些，他的手指干燥有力，让人说不出的心安。解释什么？江浅怎么会跟你一起来？
是你邀请我带女朋友参加你的生日宴，忘了？梁玉生握住我的手，将我拉到了身侧，揽住。周时安像是瞬间被激怒的凶手，淌着血的手抄起面前的杯盏，狠狠摔在地上。梁玉生，你他妈知不知道江浅是我的人？是你什么人？女朋友还是未婚妻？梁玉生寸步不让，还是说一个女生喜欢过你，就打了你的标签是你的私有物了？周时安眸底充血了一般，一片赤红。你明知道江浅喜欢我，还他妈撬我墙角？周时安，他没撬墙角。我捏了捏梁玉生的手，看向周时安，是我主动的。还有，我不喜欢你，应该是早就不喜欢你了。我望着他，忽然发现自己早已释然了。毕竟，但凡有点自尊的女生，就不会去喜欢一个从来不尊重自己分毫的人，也不会去喜欢一个冷漠寡情、对自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、高高在上的人。也许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那些年是有些朦胧的情谊的，但在我的身份拆穿，他的态度骤变之后，那些情谊其实早已灰飞烟灭了。江浅，你说什么？周时安似乎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。你他妈差点为了我跳江，你现在说你不喜欢我，我从来没想过为你去跳江。我那晚去江边，只是为了找个理由让梁玉生来接我。周时安忽然怔住了，好一会儿，他才木疲欲裂般盯着我，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开口。所以那天晚上在宿舍，在梁玉生床上的人是你？没错，是我。周时安，你好好谈你的恋爱吧。那天我就说过的，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缠着你，这句话永不反悔。说完，我再不看他一眼，拉了梁玉生转身离开。梁玉生，我们回家吧，我想看看新家什么样子。梁玉生却没有动，他看向周时安，目光清淡，却又透着锋利的压迫。周时安，我以后不想听到任何人非议我女朋友。周时安此时完全破防，失态到口不择言。梁玉生，你以为你算老几？梁玉生只是默默的一笑，我算老几你不清楚的话，不如回家问问你老子。周时安忽然安静了下来，他的视线从梁玉生脸上缓缓移到了我脸上，原本英俊的一张脸，此时竟有些说不出的狰狞。江浅，你根本不是江家大小姐这件事，梁玉生还不知道吧？这么大的事，瞒着人家也不地道，你说是不是？虽然我早已做好了身世被昭告天下的准备，但是被周时安这样突然的揭开，还是有些难堪和无措。被梁玉生握住的手，几乎是一瞬间僵硬冰冷，掌心细密涌出冷汗，一层一层。许是看我脸色变得煞白，周时安就笑了。看来你果然在瞒着他。我就说嘛，如果知道你的真实身世，梁玉生只会避之不及，就算你送上门，他也根本不会碰你一指头。周时安，梁玉生忽然松开我的手，他面无表情的一折一折卷了衣袖，又摘了腕表递给我。从前我只觉得你这个人滥情花心，不是个好东西，但也算不上十恶不赦。但现在我发现，梁玉生一步上前，攥住周时安的衣领，狠狠将他摁在了墙上。你不但是个下作的人渣。周时安暴怒想要还手，梁玉生却挥拳重重砸在了他脸上，还是个懦夫废物。还有周时安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喜欢的不是什么江家大小姐、赵家大小姐，我喜欢的只是江浅而已。他叫江浅，我就喜欢江浅；他叫赵浅，我就喜欢赵浅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江浅早就不干净。梁玉生没等他说完，又一拳狠狠往他脸上砸去。周时安痛叫一声，捂住淌血的口鼻，狼狈摔倒在地。我怕梁玉生再动手闹出什么人命，赶紧上前紧紧拉住了他。梁玉生，别打了，会出事的。梁玉生脸色很冷，但还是停了手。他看一眼满脸血的周时安，拿出手机打了一通电话，让人来善后，这才将我揽到怀里。浅浅，我们回家了。走到车边的时候，我忽然叫住了他。梁玉生，你相信吗？什么？我仰脸看着梁玉生，他穿着深灰色的衬衫，冷峻金贵，英俊非常。他刚才动怒打人的样子，如果是以前的我看到，肯定很害怕，早就躲得远远的了。但现在我只觉得无比窝心。那些年，我拼命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可却总是事与愿违。曾经疼爱我的长辈，不再视我为掌上明珠，虽然没有打骂，但只是那种傲慢疏离的冷暴力，就足以让一个青春期的女孩陷入崩溃。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从骨子里看不上我，疏远我。亲生的父母只是见钱眼开的人渣恶魔，每天每夜都在恐慌会被送回他们的身边，万劫不复。而我到死都不知道，有一个人默默喜欢了我那么久。还好，梦里的一切都不会再发生。我没有走到绝境，愚蠢的妄图用身体绑住周时安。我和周时安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浅浅，梁玉生捧住我的脸，低头就吻了下来。我紧紧攥着他的衣袖，手指攥紧又松开。梁玉生，被他吻到快要不能呼吸的时候，我腿软的站不住，只能抱紧了他的腰。梁玉生的吻落在我颈侧。江浅，我不在乎这些，但是听你这样说，我还是很开心。你知道，男人在这方面总是有些自私的。我知道，梁玉生，我告诉你这些，也只是不想他把脏水泼在我身上。我是为你，更是为我自己。说到这里，我就冲他一笑，又往他风衣里钻了钻。梁玉生，我们快回家吧，冷死了。好。他牵住我的手，牵得很紧很紧，而这一牵就是一辈子了。和梁玉生的事还没有完全公开时，我去了江家，和江家长辈谈了一整个下午。最终，在江家那位真正的大小姐江蓉的斡旋下，我拿回了自己的监护权。从此，我和江家就再无任何牵绊瓜葛了。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，是因为我太了解江家的人。如果他们知道我和梁玉生的关系，就一定会如吸血鬼一样缠上梁家，而我不想让梁玉生和梁家惹上这种麻烦。我离开江家的时候，江太太很有些不悦。江浅，我们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在你身上花了上千万，一分钱回报都没拿到。其实我现在的心态已经完全变了。江家如珠似玉养了我16年，直到真正的江小姐回来，我确实过了几年很煎熬的日子，但却也没有忍饥挨饿。还有江蓉，原本对我恶意满满的她，不知为何也忽然改变了态度。说起来，之前我被江家逼着退学，送回亲生父母身边，都有江蓉插手的缘故，但现在却也是她帮我说了话，帮我解决了最后一块心病，也说服江太太没有将我不堪的身世闹得满城皆知。如今的我是自在如风的江浅，是再也没有人和事都捆绑束缚住我的江浅。我已心满意足，夫人。
我毕恭毕敬地对江太太鞠了一个躬，养玉珍，我一天都不会忘记的。说得好听。江太太冷冷看我一眼，你连周时安这种青梅竹马都搞不定，将来又能有什么出息？算了，赶紧走吧，看你一眼我都觉得闹心。江太太摆了摆手，我也没有再过多的解释，只是给江蓉使了个眼色。妈，我送浅浅出去吧。江蓉开了口，江太太的脸色就温和了下来。快点回来，要吃晚饭了。知道了。江蓉笑着应了，拉着我出了客厅，一直走到园子里，我们俩才默契地停了脚步。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忽然都笑了起来。姐姐，我轻轻抱了抱他，谢谢你。而我开口的同时，江蓉也低低地说了一句：浅浅，对不起。很多话我们都没有说开，但彼此却都心知肚明。江蓉这声对不起是对梦里那个江浅说的吧？我红了眼，江蓉也落了泪。最后他很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。浅浅，这次一定要很幸福，很幸福啊！会的，姐姐，你也一样。江家的养育珍，将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回报在江蓉的身上。他吃了16年的苦，我享了他16年的福。梦里我恨过他，但现在过往种种全都一笔勾销了。梁玉生带我去见他爸妈时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挺忐忑的。梁夫人前几年不知什么原因开始信佛，这些年雷打不动，年年都要去普济寺上个炷香的。别紧张，我妈妈这几年信佛，人很和善，而我爸都听我妈的。梁玉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，一路都在安抚我，但越走近我就越紧张的不行。梁玉生，要不改天吧，我害怕。我搜着他的衣袖停了脚步，不肯再往前。浅浅，梁玉生无奈摇头，妈已经出来接我们了。果然，梁夫人已经下了台阶，正往车子这边走来。我只能硬着头皮跟了梁玉生过去。妈，这就是浅浅。伯母你好，我是江浅。我忙礼貌地打招呼，又将准备好的礼物递了过去。梁夫人笑着接了礼物，目光却一直盯着我，直到进了客厅，梁夫人还在盯着我看。后来更是干脆要拉着我去楼上书房。我有点怕，忍不住看向梁玉生求救。梁夫人却握住了我的手，别怕呀，浅浅，我们上楼说几句悄悄话。又回头笑着调侃了梁玉生几句，你也别紧张，妈妈又不会吃了你媳妇。我的脸一下子就红透了。伯母，梁夫人看起来心情格外好，拉着我的手不放。老梁，你看浅浅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，又漂亮又可爱？梁先生是个十分儒雅温和的绅士，听了太太的话就连连点头，确实很漂亮和可爱，一看就是好姑娘。我一头雾水，有点不知所措。梁夫人拉着我的手，眼睛却微微红了。浅浅，你别误会，说起来有点荒唐，这些年我总是翻来覆去做一个同样的梦，梦里面金生为了一个姑娘，一辈子都没娶妻成家，40多岁就孤零零的去了。一开始我和他爸爸都不信的，觉得只是梦而已，但后来梦里其他事都一一的应验了。梁夫人的眼泪直往下淌。我这些年吃斋念佛的都是为了金身，我是真的很担心那个梦的最后会成真，所以我一直都在想，如果那个姑娘真的存在，能和金身在一起，该多好。现在看到你，我就知道这些年我没白吃斋念佛。浅浅，你和龟身一定要好好的呀。我的视线不知何时早已模糊了，这世上有我亲生父母那种人渣，但却也有梁夫人这种爱子心切的母亲，何德何能，我能遇到梁玉生，遇到这样好的家，就此圆了梦里所有的遗憾。大学毕业时，我和梁玉生领了证，婚礼还在筹备阶段。我想要简单低调，但梁玉生和梁家长辈都不肯，只是领完证，我就搬到了梁玉生的房子里。他去浴室洗澡的时候，我又从他枕头下摸到了之前弄丢的那只珍珠耳钉，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再放回去，而是戴在了自己耳上，且只戴了耳钉。梁立生洗完澡出来时，我正躺在他床上，严严实实地盖着他的被子装睡。浅浅，湿热的吻轻轻落在我侧脸，我觉得有点痒，睫毛轻轻颤了颤，却还是没睁眼。梁玉生仿佛低笑了一声，又吻了吻我，这才掀被上床。可他刚掀开被子，整个人就僵住了。浅浅，暖色调的夜灯光芒温柔地铺陈开，笼罩着我全身，珍珠莹润的光芒在耳边鬓发下若隐若现，峰峦起伏间，那光也在明暗间投下片片阴影，大片大片的黑白点缀了浅淡的红，是白玉玛瑙盘里装了红樱桃一样的诱人。我初时很害羞，紧张的手脚都僵硬了，可在看到梁玉生此刻的模样时，那种紧张的情绪忽然消无踪了。我坐起身，直接扑到他怀里，勾住了他的脖子，像那天晚上在他宿舍里那样，趴在他耳边。梁玉生，你喜欢吗？眼都看直了，我能感觉到他全身肌肉都绷紧了，体温在逐步的攀升，肌肤滚烫，好似血液都要沸腾。他的喉结剧烈的滚了滚，颈侧那根经脉很性感的微微突出。我偏过脸，柔软的唇擦过微凸的经脉，最后落在他喉结上，轻咬了一口，像是骤然开闸泄洪了一般，也像是沉睡了千年的火山忽然喷发。梁玉生顷刻间反客为主，将我整个人都压在了床上。他吻的强势，很深很重，我几乎要招架不住，人都要快要被他揉碎。浅浅，他不停喊我名字，一遍一遍，不知疲倦，最后的时候却又温柔吻住我，疼了就咬我。我闭着眼轻嗯了一声，指甲划破了他的后背，又在他肩上咬出了深深的齿印，可还是疼，疼得我忍不住哭了。梁玉生，我含泪看着他，有点委屈，他现在的样子好吓人。我下意识的就以为他根本无法忍住停下，可梁玉生却停了所有动作，将我抱在了怀里。我搂着他的腰，忽然想起那天在机场的事，忍不住问，你那天不是说我求饶哭都没用的吗？他眼底的情欲浓重未曾消散，从神色间就能知道他此时多煎熬，又有多克制。梁玉生抱我抱得很紧，开口时声音一片嘶哑，舍不得。梁玉生，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可他却不肯回答，只是抱我的力道更紧。不说呀。我仰脸看着他，却又抿嘴笑。那我也不说我喜欢你。梁玉生倏然看向了我，他的眼底汹涌的情欲之下，却又翻搅着无数的深情。好一会儿，他才轻轻开口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江浅，我原本以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让你知道了，我心里忽然疼得不行。没关系啊，梁玉生，我们现在有一辈子的时间在一起，
是啊，我们现在有一辈子的时间，十指不知何时紧扣在一起。我仰脸吻他时，他也低头，温柔无比地吻住了我。梁玉深，我好像不疼了，你要不要继续？房间里很快响起了让人脸红的声音，久久不曾平息。这一夜会很漫长，而更漫长的还有我们的一生一世。春潮汹涌间，且把深情浅浅谈。全文完。